今天我们要聊的是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国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是第一次，个人在海外买房、炒币、设立信托被完整纳入了行政法规的强监管视线。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一份管大企业的宏观文件，实际上，只要您还是中国境内的居民个人，这把合规的尺子就已经量到了您的钱包上。如果踩线，面临的可能不仅是最高投资额10%的罚款，甚至可能被没收全部收益。这期视频我们不带情绪，只看事实，为您理清这份新政到底会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您在新加坡的财务与职业规划。要看懂这份新规对个人的冲击，我们首先得明白为什么新加坡会成为这次政策落地的焦点。到了2025年，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固定资产投资承诺占比已超过 20%， 首次超越美国，跃升为新加坡第2大投资来源。在这股热潮中，一种被外界称为新加坡清洗的现象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警觉。部分高科技企业试图绕开国内技术出口限制，把整个核心团队、底层技术甚至数据直接搬到新加坡。最近的典型案例就是 AI 初创公司 Manus， 他们计划将团队整体迁移到新加坡，准备接受美国巨头的收购，结果被官方叫停。这正是新规第13条出台的现实土壤。以后想靠把人和技术搬到新加坡来绕过限制，这条路已经被明确画上了红线。那么，这套针对企业的严密监管又是如何穿透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呢？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人来说，最直接的冲击莫过于买房和理财。新规第2条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投资者的定义正是包含了中国境内的居民个人。这意味着，从7月1日起，只要您还是中国境内居民，在海外买房、买股票基金，全部归这个规定管。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实际问题是，以后还能在新加坡买房吗？客观地看，这份规定并没有一刀切地禁止个人在海外购房，它真正卡紧的是资金出境的合法性与透明度。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有人为了凑齐首付，通过不合规的灰色渠道，比如地下钱庄，汇出了200万新元，在本地买了一套 condo。 按照新规，一旦被查实使用了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信息，不仅会被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收益，还可能面临投资额1/1000到10%的罚款。也就是说，这200万新元的违规汇款可能会给您带来数万甚至20万新元的罚金，情节严重的甚至会在3年内被禁止任何对外投资。内保外贷通常门槛较高，更适合高净值人群，而普通中产如果仅靠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显然很难应付新加坡高昂的首付。这就导致过去不少人铤而走险，选择对敲。但在新规之下，这种操作的定性变得极其严厉，不仅资金可能在汇出时被国内冻结，即便成功汇出，也有可能在新加坡本地银行的反洗钱审查中被拒收。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合规的路径目前主要依赖于银行的正规业务，或者严格按照外汇管理规定进行换汇，并且必须完成相应的备案和报告程序。至于购买海外股票和基金，大家不必过度焦虑，只要是通过银行正规的 QDII 渠道或者沪港通、深港通进行投资，本身就是在合法框架内运行的。新规的本质是压缩灰色地带，而不是关闭正常的资产配置大门。不过，如果说买房还可以走正规通道，那么接下来的2个领域可以说是很多人极容易踩空的雷区。除了买房，还有2个领域是这次新规的重灾区：科技人员外派和加密货币。我们先看科技行业，新规第13条可以说是一记精准的重拳。它明确规定，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海外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等方式，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技术及数据。这就意味着，过去那种把核心研发团队以申请 EP 的形式全盘搬到新加坡，试图以此绕开国内技术出口管制的做法，在法律层面上已经被彻底堵死。如果您目前正受雇于中资科技公司的新加坡分部，或者正准备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外派过来，您需要理性评估一下，
自己所处理的技术和数据是否处于合规的安全区内。接下来，我们聊聊冲击最明显，也最容易被人抱有侥幸心理的领域——加密货币。很多朋友知道，因为匿名性和去中心化，加密货币一直是一些资金非正规流动的灰色通道，比如通过场外交易将人民币换成 USDT， 再在新加坡变现。但请注意新规中的一个关键表述，间接获得境外资产也被正式纳入了监管范围。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加密货币本质上就被视为一种境外资产。当您通过炒币实现资金出海时，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违规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您未来还打算利用加密货币进行大额的跨境资金转移，您面临的将是极高的合规风险和法律代价。作为一个理性的观察者，我给出的务实建议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最好不要再将加密货币作为主要的资金出境工具。政策的底线往往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坚硬得多。当个人资金出境的口子被全面收紧，那些原本就身处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又将面临怎样的洗牌？最后，我们来看看本地中小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最关心的领域——家族办公室与离岸信托。近年来，新加坡凭借稳定的金融环境和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比如著名的13O 和13U 计划，吸引了大量财富流入。但新规明确把设立信托也圈进了监管范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您作为中国境内居民，要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或者离岸信托，您的资金来源、流转路径以及设立目的都必须在监管的阳光下运行。该报告的报告，该备案的备案。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您一直关注本地新闻，就会发现新加坡金管局，也就是 MAS， 近期也在大幅收紧对家族办公室的审查，尤其是反洗钱合规要求。很多新申请的家办面临长达数月的背景调查。中国出境端的强监管与新加坡入境端的严审查，在这一刻形成了高度的共振。过去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未来的财富管理合规成本必然会大幅上升，但这恰恰也是保护您合法财富的唯一护城河。如果您近期有在新加坡设立家办或信托的计划，或者已经设立但尚未进行合规复核，强烈建议您尽早与专业的税务和法务团队对接，做一次全面的资产健康检查，确保两头的合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当所有的漏洞都被补上，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自处？总而言之，7月1日施行的这份新规，标志着个人海外投资正式迈入了强监管时代。我们不需要过度恐慌，因为它并不是在阻止投资，而是在明确规则。您可以继续在全球配置资产，但前提是每一步都必须走在规则的框架内。对于身处新加坡这个重要节点的我们来说，理解并适应这些新规则，抛弃过去的侥幸心理，是在新环境下管理好自身财富和安全的第一步。关于这份新规，您目前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您是否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家庭资产配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探讨。如果您觉得这期内容对您厘清现状有帮助，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